大家好，欢迎来到理查说。你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原本你只是打算玩个游戏，结果一进入状态，5个小时过去，根本停不下来。或是说，原本你在写作业，原本很不想做，结果专心之后，居然发现超有成就感，甚至觉得有点爽。或是你在打球的时候，突然进入一种神之领域，球怎么来你就怎么回，根本不用思考。这种感觉就是心流。但问题来了，这种神奇的状态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能不能被刻意训练？如果可以，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变成天才？这个问题来自一本书，叫做《心流》，副标题更狂，直接说高手都在研究的最优体验心理学。听起来很厉害，对吧？那么这本书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的快乐到底来自哪里？心流真的能改变人生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本书，还有它背后关于人类大脑的秘密。心流这本书英文叫做 Flow， 也就是流动的意思。副标题的中文是高手都在研究的最优体验心理学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作者是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他是一位匈牙利美国心理学家。作者在2021年的时候以87岁的高龄过世。不过他在心理学中提出了心流的概念，影响了不少人对于幸福感还有专注力的理解。我必须说，我一开始阅读这本书的时候就被作者优美的文笔所吸引。作者米哈里就从遥远的时代开始讲起。他说，从古至今，每个人都在追求快乐、幸福，但其实地球，或甚至说我们这个宇宙这个环境，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险恶的地方。我们地球上其实有许多地方是不适合人居住的，更遑论宇宙的环境。而我们的命运、生命的体验，很大一部分又都是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影响。比方说，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无法选择诞生的地点，更无力去控制战争是否会发生，是否会爆发等等，无数的状况。在自然的面前，我们人类是非常的渺小。但是我们仍有一些时刻，我们会感觉到并认为自己是生命的主宰，感觉冥冥之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推着我们向前，好像忘了自己的存在。而作者说，这样的体验就是最优体验，也就是心流。我们生活中是否感到幸福，其实最终都取决于大脑如何筛选并看待我们每一天的经历，跟我们是否能够控制这个宇宙或是环境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有些人在逆境中或是在险恶的环境中依然可以屹立不摇，这就是精神力的伟大之处。有句英文的谚语不是说 Pain is inevitable, but suffering is optional， 就是说痛苦虽然无法避免，但是你自己的心灵体验可以决定是否受苦。就像作者在书中举到，有个小孩他从小被家暴，家暴是一个事实，但小孩可以有很多种对父亲这种行为的解释，可以是因为父亲因为喝酒所以打他，也可以是父亲因为心理不正常所以打他，也可以是因为父亲受到社会的压迫，所以将压力释放在家庭。最后一个这样的解释促使了一位美国法官的诞生。这个小孩后来长大之后，将自己小时候遭受到父亲暴力的情况归咎于这个社会阶层的压迫，所以使得他父亲不得已就要诉诸暴力。那这个小孩长大之后，为了要改善这种状况，让底层的阶级的人民也可以拥有平等的公民权，而当上了美国法官。所以你可以说，他将自己小时候的经验与未来的连结在一起，紧密的结合并产生了意义。这就是让人生产生意义的伟大之处。那么作者他对于正向心理学的研究很深入，所以常进行了一些实验。在有一次实验当中，他就问了一个问题，他问这个问题是，在有时间进行自由活动的时候，拥有更多物质资源的人会比投注更多自我的人快乐吗？那在研究过程中，
他会请受试者佩戴一个电子呼叫器，还有记录反应的小册子，然后受试者在这段期间当中会不定期地收到电子呼叫器的呼叫，受试者就要在记录册上记下当时的活动，然后还有和谁一起做，以及当时的心情，并且将心情分为7个等级，从很快乐到很难过，共7个。结果研究显示呢，受测者在进行比较花钱的活动的时候，比方像是驾驶游艇或是开车，快乐程度远不及不花钱的休闲活动，像是彼此聊天、种花等个人嗜好相关的活动。作者说，过度依赖物质的活动，因为对专注力的要求比较没那么高，所以很难带来印象深刻的回馈。也就是说，对专注力要求比较高的事情，比较容易可以培养出心流的体验。有时候并不需要很多的物质资源，也可以达到快乐还有乐趣。有时候光是单纯的跟事物有深刻的连结，投入高度的专注度，不需要太多的外在物质资源，就可以让人感受到快乐。你是否有类似的体验呢？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那比如说像我就是进行一些运动，比方说我觉得瑜伽就是一种很好的心流训练，甚至可以说瑜伽这一门运动就是专门系统性的去打造一个人进入心流的状态。我自己本身就有在练瑜伽，虽然是刚出街入门，前不久才刚买了瑜伽垫。那虽然是一个初学者，但我也可以体会作者在书中所说的瑜伽心流体验。简单来说，就是借由不断的自我训练，去摒除外界的纷扰，然后去专注于自身的心灵还有体态上的调整，然后达到心流的体验。那在同时呢，在工作中也可以找到心流，但是有几个比较注意的地方，就是要增加工作的复杂度，让自己的能力与这个复杂的程度可以相匹配。有时候如果是太无聊重复的工作，人很容易感到厌倦无趣，但如果这个工作又远超出自己的能力，又做不起来。所以适当的增加复杂度，并从中发现一些别人发现不到的小细节，就容易在工作中可以产生心流。像作者就举出庖丁解牛的故事。他说，庖丁虽然是做屠夫的工作，但是他可以在解剖的过程当中遇到困难并试图解决，然后反复重复这样的体验，这就是一种心流的体验。大家在工作当中是否有体验过这样的心流感受呢？那我自己因为在工作上有时候常需要看一些法律的文字，像有时候在制定契约的时候，如果发现一些小细节可以改进流程，或是在写公文，想想公文的用语可以如何撰写，在这个时候的确就比较容易进入心流的状态。但如果一直不断的重复单一性的工作，就难免会感到比较疲累一些。另外呢，我们要来谈谈独处这件事。书中讲述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很容易可以产生心流体验，只要和对的人在一起，仿佛时间很快就会度过。但是相对的，许多烦恼的根源也是因为人际关系，比方说跟上司不合，或是家庭成员上的摩擦等等。似乎人际关系就像是水一样，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际关系可以带给人快乐，但同时也能带给人痛苦。但话说回来，如果撇除人际关系，为什么独处会这么难呢？为什么独处会带给人这么负面的体验？其实原因还是来自于我们不容易控制自己的内在，我们需要外在的刺激跟回馈来让注意力有一个方向。如果缺乏外在的回馈，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开始游走，这时候就会产生所谓的精神伤。这个精神伤这个名词是作者创造出来的一个词汇。那我们所谓的伤这个意思，伤这个字就是只会随着时间而趋于混乱的一个词汇。精神伤这个意思就是会随着时间而让注意力趋于涣散的意思。精神伤的数值如果越高，注意力就越趋于涣散。
所以我们在独处的时候，如果可以找到注意力集中的活动，就可以享受这种独处。比方说，我们去学一学新的事物，或是专注在某样新技能的培养等等。像以前学生时代念书，何尝不是一件孤独的事呢？晚自习的时候都要自己独处很长的时间，但是因为有书本的陪伴，注意力都在书本上，所以也不会感到孤单。那通常读完书之后，在等人或者是等车的时候，因为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的地方，没有集中，所以才会觉得孤单。那其实经营一段关系也是啊，不管是家庭、爱情、友情，都是如此，都是需要投注注意力在其中。当一段关系趋于稳定时，或是行动都可以预测，变成一成不变的时候，很容易就会产生注意力涣散，也就是精神伤。这时候就可以适时的加入一些关系中的复杂度，比方情侣可以一起去尝试新的事物，或是夫妻间可以去不同的地方走走，家人间也可以安排进行一些活动之类的，都是很好的选择。那像小朋友的教育也是，在婴儿时期呢，小朋友因为成长得很迅速，每天都有很多的乐趣，大人的注意力也很容易集中在小朋友身上。但是到了小朋友青春期，很多父母就会开始招架不住，很多父母就开始忽视小朋友的生活，假装一切好像都很好。但其实小孩进入青春期之后，他们在生理上已经成熟，也可以为大部分的行为去负责任，但社会环境却没有办法提供他们相称的挑战，所以很多小朋友就会开始走上歪路，像是破坏公物，或者甚至交到坏朋友，走上吸毒、犯罪等等不明智的选择。这种现象其实在国外很常发生。那父母可以做的事情很多，比方说你可以带你的孩子进入到你平常的兴趣当中，像是如果你喜欢烹饪、玩园艺、做木工，都是很好又富有挑战的活动，可以引导他们的注意力走向正确的选择。这也是父母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像我自己就很喜欢球类运动，几乎天天都在打羽毛球。那作者就说，运动就是一个富有挑战，而且可以提供锻炼还有展现技能很棒的一个机会。所以以后如果有小孩的话，也期许他可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喜欢的球类运动吧。如果可以跟小孩一起在运动中体验心流，想必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生体验吧。那很多人会认为家庭生活会自己找到出路，处理的方式就是尽量的去放松。比方说丈夫很容易因为平常工作繁忙，回到家之后就想要放松，结果久而久之没有去认真的经营家庭关系，等到太太开始酗酒，或是小孩变得形同陌路的时候，才发现问题不小了。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多跟小朋友互动，多花一点时间了解小朋友的想法，一起投注在这段关系当中，也容易达成心流。所以纵观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心流的一些组成要件还有体验。那我总结了整本厚厚的书中几个心流的要素和体验。那么我每提出一个组成要点，我就会举一个我想到的例子，方便大家具象化心流的状态。第一个是要平衡任务的难度和能力，比方像是一位钢琴家，他选择演奏一首高于自己目前能力的曲子，富有挑战性，但也不会挑选太难的曲子，让他自己感到太挫败。第二是掌握行为和注意力的融合，像是羽球选手在比赛时必须完全专注在运球、防守还有接球的节奏当中，几乎不需要去思考下一步的动作是什么。第三个是要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这本书说，目标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它可以让人专注投入一件事情，而且投入的是一件能力可及而且有乐趣的活动。比方说一位作家，他设定每天要写1000字，这个目标本身不是重点，而是可以协助他进入心流的状态。
第4个是清楚而及时的反馈。比方说你玩一个节奏游戏，每次点击就会立刻得到 perfect 完美或者是 miss 没有命中这样的回馈，让人可以快速的进入节奏并投入其中。第5是时间的感知变化。比方说一位画家，他进入创作状态，原本只是想要画1个小时，结果抬头一看，已经经过了4个小时，却完全没有注意到。这点我相信大家应该有时候会有蛮多一样的体验。那第6是自我意识的消失。比方一位舞者全心投入舞台的演出，忘记了自己在台上的形象，甚至也忘记了观众的存在，仿佛整个人与音乐合而为一。第7个是内在驱动力的体验。比方说一位工程师在撰写游戏的时候，完全沉浸在解决问题还有优化代码当中，他不是因为薪水或者是其他因素而做事，而是为了纯粹一种对代码的喜爱，一种内在的驱动力去驱使他做这件事情。那么各位有没有体验上述的一些心流体验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请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与自我提升的精彩内容。我是理查说，我们下次见。